女帝登基时，外患是边关800里加急的烽火，内忧是朝中3公9京的虎视眈眈。她把我当成唯一的依靠，我呕心沥血5年，一一平了，替她守住了这天下。而如今，她根基已稳。大胆裴长渊，竟敢如此危言耸听！你眼中还有没有朕？裴长渊，你妄议陛下大政，分明是居功自傲，意图谋反。请陛下赐死裴长渊。5年前，臣率8000残兵血战北蛮，刀口舔血护住国门。2年前，臣侵入南疆疫区，九死一生，救活100万生灵。如今江南水患刚平，百姓还在吃糠咽菜，你们就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在臣头上。如今民间只知有裴国史，不知陛下。朝堂之上，你一句话，连陛下的圣旨都要让步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陛下，天下虽定，但百姓生计还未兴，您却要耗费数百万周资大修宫殿。臣身为国师，当真连一句真话都说不得。长渊，天无2日，国无2主，这些年你越界太多了。陛下，您明知我心意，可您也觉得臣会篡位？您忘了当初初登皇位之时。长渊，北蛮来犯，朝中动荡，各方势力虎视眈眈，这天下我唯有你可依托了。放肆！朕念你旧日功劳，不忍杀你。只要你交出掌控天下文人与你门生的天心印，朕可赐你赤岭县县令一职，让你去那里养老报忠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这分明是女帝怕我功高震主，卸磨杀驴啊！好一个天无2日，国无2主！我对你、对大渊一片赤诚，竟落得如此结局！国师气绝了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老子寒窗苦读，复读8年，今年稳上清北光宗耀祖，一睁眼睛穿成了个被女帝卸磨杀驴的纯爱大冤种。裴长渊，休要装死博取同情。君无戏言，莫非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还不速速交出天心印，滚去赤岭县赴任！赤岭县，这女帝妥妥的白眼狼，够绝！拿最穷的县打发我，还说是赐我告老还乡。老子才25，告哪门子老？不过也好，天高皇帝远，京城这滩浑水，谁爱淌谁淌。裴长渊，你该清楚，抗旨是什么下场。从万人之上的大国师被贬去当9品芝麻官，还不如直接杀了他。去赤岭县就是寸草不生，遍地毒盐矿的荒地，去了也是死路一条啊！陛下圣明，臣领旨谢恩。别睡了，臣最喜欢扶贫了。臣这就去收拾铺盖，滚去赤岭县，绝不给陛下多添1秒钟的堵。他竟教得这么痛快，以退为进，还是欲擒故纵？长渊深明大义，你虽有错，但终究有功，朕便赏你。陛下，赏赐就免了。大胆！陛下重赏，你敢推辞，分明是心怀怨怼。臣不贪财，臣只求陛下赶紧赐下通关文牒和县令官印，晚了城门该关了。裴长渊，你当真一点都不留恋？臣留恋啊，但臣罪孽深重，必须立刻去赤岭县好好反省。求陛下赶紧盖章吧，再晚天都黑了。好，传旨，即刻查抄裴长渊在京一切府邸家产。裴大人，赤岭县遍地毒盐矿，寸草不生，您可千万保重啊！遍地毒盐矿，多谢陛下成全，臣告退。裴长渊，你就没什么要对朕说的吗？造孽啊！这女人怎么这么多废话？千万别挪赈灾款修宫殿，挪用公款牢底坐穿啊！陛下保重，不用送了。大言不惭，大渊少了你裴长渊，照样风调雨顺。传令，谁敢接近他1厘米，诛9族！
这疯批女人，再晚走1秒，我都怕她反悔要砍老子项上人头。老爷，府邸都被查抄了，那赤岭县穷的贼都不偷，咱们去那儿肯定死定了。你懂什么？哎呦，祖宗，这可是正一品国师法医。朝堂之上，稍有不慎，说嘎就嘎，哪有小县城安全？记住了，从现在起叫我裴县令，或者裴厂长。完了，老爷被刺激疯了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还算有点良心，留了辆马车。要是让我走去赤岭县，得死在半路上。快走，老爷我带你去赤岭县当潇洒哥。好嘞，驾！国师蒙冤，天下无道，我等恭送裴国师。别拽马呀！这什么情况？国师，太学上下都传遍了，女帝昏庸，竟将您这般国之栋梁贬去赤岭县。国师莫慌，我们这就联名上书，去玄武门外静坐绝食，逼陛下收回成命。对，去玄武门静坐，逼陛下收回成命。祖宗们，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。闭嘴！这个不行胡说啊！想我命长是不是？国师不必委曲求全，我等读书人因民而死，不谋而生。行，你们真要闹，先帮我算道题。鸡、兔、鸭共90只，角260只，鸡比兔多15只，算出3种动物数量，我亲自带你们去玄武门。这道题无解，知道无解还去了也是白搭。国师大义，不愿牵连我等，竟以算题点化。子昂明白了，国师是让我等学以致用，积蓄力量，而非逞一时之勇。国师保重。记住，别管他们了，抽鞭子，快走！听见没有？国师说了，学以致用，都回去读书。启禀陛下，裴长渊已经出城了。他是不是在城门口1步3回头？是不是痛哭流涕，等着朕派人去赦免？回陛下，裴长渊跑的车轱辘都快冒烟了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裴长渊此人心机深沉，恐有蹊跷。此人最善韬光养晦。赤岭县天高皇帝远，他若在那里私招兵马，另起炉灶，传旨，赤岭县今年赋税加3倍。遵旨。朕倒要看看他裴长渊那点聪明才智，能在赤岭县撑几天。朕要他跪着爬回京城来求朕。龙王爷呀3年大旱，庄稼全死了，求您开开眼，赏口水喝吧。老爷，完了！朝廷来文，女帝把咱们县的税翻3倍，还断了粮道，这鬼地方连口水都喝不上，大家都跪着求龙王呢，咱们死定了！龙王，全县旱了3年，滴雨未下，他算什么龙王？造孽呀！新来的县令得罪了龙王，这是要把我们最后一点盼头都毁了。哭什么？求神不如求己。龙王不给水，我裴长渊给。看那片洼地，草根扎得深，说明底下有水。给住！拿镐头来，给我往下挖。这土干的能打火星子，哪来的水啊？物理地质告诉我，挖。水，是水，我们有救了！你比龙王还灵啊！
看见没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知识改变命运。老爷，您可真神了！有水就好办了，吃领县，老子来了，你就别想再穷下去。裴大人，水是有了，可这地3年没长过东西，种不了粮啊。谁说我们要先种地了？至领县最不缺的就是这个。老爷，沙子能干啥？铁柱，村长，给我把全县能干活的人都喊来，打土窑，烧沙子。烧沙子，烧成钱，石英砂配上石灰石和草木灰，扔进高温窑炉里烧，给大渊国和西域的胡商们开开眼。我要造玻璃。这是琉璃，我在京城见过1指高的琉璃珠子值10两黄金，您用沙子烧出来了。老爷，咱们发了！什么琉璃？这叫出口商品。铁柱，带上这批货去西域商路上找胡商。换啥？换牛羊肉，换他们西域最耐寒的麦种和番薯苗。告诉他们，想要这种极品琉璃，拿粮食和种子来换，金银铜钱不收。得令。水有了，钱马上也有了。不出1个月，让全县人吃上肉。明年开春，让这片荒地长满庄稼。赤岭县翻篇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赤岭县密报。说，裴长渊到任当天就打出了一口喷泉，水柱蹿了3尺高。现在刁民们都传他是龙王爷转世，天天给他烧香磕头。喷泉？装神弄鬼！他交不出税，没有粮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陛下，裴长渊根本没种地，他带着全县百姓建了10几座大火窑，日夜不停的烧，还派心腹带着几口大箱子去西域商道上找胡商，好像在换马匹和物资。10几座火窑日夜燃烧，这是打造兵器；拿箱子换马匹，这是撕去战马。裴长渊，你果然狼子野心，嘴里说着告老还乡，手底下磨刀霍霍。裴长渊到了赤岭县，不仅不思悔改，还带着刁民烧窑挖渠，折腾得热火朝天。朕听说朝中他的那些门生私下还在为他叫屈。陛下圣明。裴长渊门生故吏遍布文武，太学书生奉他为精神领袖，西北军营的将领视他为再生父母。若不趁他新败之际彻底剪除羽翼，待他缓过气来。既然他们念着旧主，那朕就成全他们。传旨，朝中军中所有裴系门生一律降3级，空出的位置由赵相举荐贤才填补。至于那些小官小吏，彻底革除官级军级，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臣遵旨。圣旨到，太学学子陈子昂等人结党营私，妄议朝政，即日起处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即刻逐出京城。我们所学皆为社稷，不贪不占，何罪之有？怪只怪你们跟错了人，滚！霍萧，陛下有令，夺你兵权，削去将军衔，贬为平民。来人，扒了他们的铠甲。我霍萧16岁从军，北京3战3捷，身上17处刀伤，哪一刀不是为大渊挨的？如今外患未平，你们这般折辱将士，大渊赏了你们照样算。滚去要饭吧，看那泥菩萨过江的恩师还能不能捞你们？水和熟料的比例别搞错，这叫水泥。要想富，先修路，路通了，货才能出去。玻璃厂要扩，盐矿要开，路还要修到边关，人不够啊！光靠这帮埋头干活的乡亲，缺懂技术会管理的顶梁柱。老爷不好了！京城急信，女帝发飙了，把您朝中军中的所有门生全撸了，降级的降级，革职的革职，还有几10个直接被扒了官府赶出京城了，全给端了。是啊，太惨了！陈子昂那帮书生，光着膀子被撵出太学，霍将军他们战甲都被扒了，扔在军营外头吹风沙。好，太好了！
老爷，您这是被气疯了！打瞌睡了，女帝就给我送枕头，这哪里是裁员，这分明是跨省定向给我输送人才啊！铁柱，立刻派人去京城，把陈子昂他们全接到赤岭县来。接来干啥？教书、管账、带工人，搞研发，包吃包住，月发工钱，干得好，年底分红。听说赤岭县3年滴水未降，遍地毒盐矿，庄稼种什么死什么。恩师一代国之栋梁，被贬到这等绝地，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，只怕现在已经瘦骨嶙峋，艰难度日了。诸位，恩师为国为民落得如此下场，咱们就算沿街讨饭，也得把省下来的干粮给恩师送去。恩师，不孝学生来看您了。武闯天家，全律方家，守庄山。恩师，哎呀，我的高材生们到了！恩师，这肉，这盐，别愣着了，我特意用玻璃跟胡商换的肉，给你们接风洗尘。吃饱了，明天赶紧给我上工地烧窑去。恩师，您不是说赤岭县穷的叮当响吗？那是以前，往后跟着我，顿顿有肉吃。启禀陛下，南方大旱，逃荒的难民已涌至城外，足有数万之众，被禁军拦在城门外。若再不设棚放粮，只怕人心浮动，局面难以收拾啊！荒唐！天子脚下岂容刁民作乱？为何不施粥赈灾？陛下，户部说国库空虚，没钱买粮了。千万别挪赈灾款修宫殿，挪用公款牢底坐穿啊！胡说八道！我大渊立国100年，岂能缺了这数万流民的赈灾银？赵相，老臣在。朕命你即刻去百官府上筹措赈灾款，平息流民。还有，将还在朝中的陪戏门生俸禄全部克扣50%，充作灾款。另外，赤岭县的赋税再添30%。乡亲们，朝廷没有忘记你们，可实在是没有余粮了。前国师裴长渊携数百万银两前去赤岭县置地，朝廷现在实在是无力施粥了。什么？咱们的救命钱全被那裴国师卷走了？乡亲们，左右是个死，走，咱们都去赤岭县找国师要饭吃。国师体恤百姓疾苦，绝不会弃我们于水火不顾。但是赤岭县万里黄沙，寸草不生，咱们这拖家带口的，恐怕全都得饿死在半道了呀！不，我不走！给他们点甜头，把这群要饭的送走。大家莫慌，朝廷体恤民情，特派皇家商队沿途护送，发干粮给清水，保证你们活着到赤岭县去找裴长渊当面讨个说法。陛下万岁！朝廷万岁！万岁！走，去赤岭县找裴长渊。传令商队到了赤岭县地界，就把粮食断了，让那数万张嘴全去找裴长渊要饭吃。裴长渊，我看你那寸草不生的赤岭县怎么养活这数万人？大伙儿加把劲儿，今天把这节挖通，明天咱们就下种，高粱、小麦轮着种，等粮食丰收了，建酒坊酿烈酒卖到西域去。到时候全县老少爷们儿顿顿有肉，天天喝酒，跟着县令有肉吃。水渠通了，技术也有了，可惜啊，咱们这赤岭县人口太少，没人，这经济内循环就转不起来。去哪儿搞点劳动力呢？老爷，京城又来纸了，女帝把咱们的税又加了30%。加30%？我还以为多大事儿。咱现在精盐和玻璃卖到西域，挣的都是胡商的金币。这点税就当给女帝发红包了，小钱小钱。老爷，那可是30%啊，您咋一点都不急呢？恩师，出大事了！县城外3里处的荒道上，突然涌来了大量流民。流民？多少人？一眼望不到头，至少数万人。听说是从京城一路走来的。什么？数万人？咱们赤岭县穷民在外，流民怎么会从京城跑到咱们这儿来？赵成那老贼不肯开仓，
又怕辽民在京城闹事，就散布谣言说咱们吞了赈灾款，把这几万灾民全当报复踢过来了。朝廷无能，万民受苦，几万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在他们眼里就是用来权斗的筹码。老爷，几万张嘴啊！咱们县衙的存粮恐怕撑不住几日啊！要不赶紧封死城门吧！放个屁！我裴长渊在此，岂能眼睁睁看着大渊的百姓饿死在我的大门外？霍萧，立刻集结所有护卫和门生，带上武器去城外维护秩序。得令。铁柱，把粮仓全打开，去后山空地给老子支30口大铁锅，熬粥救人。是。数万人，正好，老子缺的就是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昔日威风凛凛的林大将军吗？怎么在这儿啃冰碴子啊？哼！传陛下口谕，国库空虚，流民遍地。即日起，尔等原裴长渊麾下旧部的俸禄，一律再降5成，以充国库。欺人太甚！我们戍边杀敌，连顿热饭都吃不上，他们在军帐里酒池肉林，却要扣我们的卖命钱。大胆，想造反不成？退下！将军，莫要冲动，别中了他们的奸计。这就对了嘛！要怪就怪你们跟错了主子，有怨气找你们那被贬到穷乡僻壤的过失发去吧！嘿，俸禄是小事，但我军阵型和编制已被彻底打散。北蛮若趁虚而入，恩师传的御敌阵法无法施展。北京若破，大渊半壁江山不保，速速传书恩师，求他拿个对策。老爷，那护送的皇家商队3天前到了咱们地界边缘，直接改道跑了。这些流民已经3天3夜没吃没喝了，这是要把人活活逼死啊！看见那几个没有？看见了，瞧着还挺精神的。饿了3天的人站都站不稳，这几个下盘扎实，目光警觉，绝对是朝廷派来煽动流民闹事，打探咱们底细的奸细。你带几个人把那几个奸细单独请出来，带到县衙偏房去等我。客气一点，别惊动百姓，明白？乡亲们，后山空地上，我已经让人支起了大锅，熬好了热粥，大家不要急，互相搀扶着，跟我去后山吃饭。有活路了，何时活菩萨？几位兄弟身子骨硬朗，我家大人说了，对你们另有安排，请吧。莫非裴长元知道我们是朝廷的人，要单独犒劳我们？走。肉是肉啊，我这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饭。都给我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。我裴长渊定个规矩，谁要是敢抢夺插队，直接踢到队伍最后面，最后一个吃。派人守住外围，吃饱后给他们划分营地，切记别让这些人四处溜达。咱们的水泥厂、玻璃窑、精盐作坊到处都是秘密，绝不能泄露。大人放心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。都多久了？裴长渊怎么还不来拜见咱们？急什么？指不定正在后院杀鸡宰羊、备酒菜呢。哼，他要是不把咱们伺候好了，回去我就报丞相，说他私藏兵器，意图谋反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姓裴的，你一个被贬的破县令，敢让爷爷们干等这么久？酒呢？肉呢？还不赶紧跪下听训！酒肉，呵呵，朋友来了有好酒。若是那豺狼来了，迎接他的只有棍棒。给我打！朝廷的走狗，老子忍你们很久了，干他丫的！赵相，城外流民安置的如何了？回陛下，老臣费尽心机凑集了大量赈灾款，好言安抚。可谁知，这些刁民仅仅在京城待了1天，就全都结伴往西北方向，奔着赤岭县去了。荒谬！赤岭县3年大旱，
穷的连树皮都没得啃。这些流民放着京城的赈灾粮不吃，跑去那等绝地送死。陛下息怒，老臣以为定是那裴长渊为了邀买人心使出的诡计。邀买人心，他莫不是以为解了流民之困就能邀功回京？陛下圣明，这数万流民饿极了，闹出民变，咱们正好名正言顺的出兵，将鲍明和他裴长渊一并平了，永绝后患。好计策，朕就等着看他裴长渊如何养活这数万难民。乡亲们，这几顿饱饭算是我裴某人给大家接风了，但每日食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真正活下去，还得靠各位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。裴大人的恩情，我等铭记。可咱们无家可归，无田可种，留在这里只会把大人您给吃垮。乡亲们，裴大人是青天大老爷，咱们不能恩将仇报。这些天多谢大人救济，我们这就离开赤岭县，就算是饿死在戈壁滩上，也不能连累大人。咱们走，不能连累大人。不是，这帮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我刚才是给你们打鸡血，不是下逐客令啊！哎，别走啊！你们可都是劳动力，不是 GDP， 你们可都是赤岭县的 GDP 啊！别走，都给我站住！大人，您这是何故啊？我们哪怕连夜赶路，也绝不多吃您一粒米，您就让我们走吧。我说大爷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不是要赶你们走，我是想问你们，愿不愿意留在我赤岭县，当这里的县民？大人，我们怎么会不愿意？可这赤岭县3年大旱，寸草不生，我们看在眼里啊！您为了救济我们这几万人，怕是连县衙最后一把米都掏空了吧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您被我们拖垮，实在无颜再留下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帮人怎么这么实诚？实诚的我都不好意思剥削他们了。各位，你们觉得我裴长元看着像个快破产的穷光蛋吗？我这赤岭县地盘是小了些，地也确实难种，但是只要你们肯留下来干活，我保证你们顿顿有白米饭，天天有大块肉，包吃包住。就是这伙食太油腻，大伙儿不会嫌弃吧？啥？顿顿有米有肉吃？大人莫不是在拿我们寻开县？这岂不是过得比京城里的达官贵人还要好？老赵，我家大人从不开玩笑，告诉你们，你们刚才吃的肉，那可是咱们赤岭县用玻璃跟西域湖山换来的上等肥羊。莫说达官贵人，就是皇宫里那位，也未必能天天吃得上这等好肉。怎么样，留在我赤岭县打工，不为难大家吧？裴大人再造之恩，我等感激不尽，愿为大人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很好，人口红利到手，接下来开足马力，无敌重工业小县城正式开工。挨完揍了，该干正事了。给你们在京城的主子写封传书报个平安吧。裴大人，你想让我们写啥？是不是要瞒报赤岭县的情况？瞒报？不，如实禀报。就说我把这数万流民全收了，不仅没饿死一个，还顿顿吃肉，原话照发。写完信，把这盘肉给他们分了，然后拉回大牢，好生看管。遵命。老爷，这肉填给难民多好，干嘛还犒劳这几个朝廷的贼狗啊？你懂什么？让他们敞开肚皮吃一顿这绝世烤肉，把馋虫勾出来，然后再饿他们3天3夜，这叫精神摧残。馋死这帮孙子！魔鬼，简直是魔鬼！霍将军，老爷以前在京城当国师的时候温文尔雅的，怎么现在……从万人之上被贬到这穷地方，受这么大刺激，换谁都得变。现在的恩师更霸气，我喜欢。大人，北境林野将军800里加急密报。武韶华这个蠢女人，她竟然把北境精锐大军彻底打散重组。如今的北境毫无阵法可言，简直是一盘散沙。北蛮若此时南下，拿什么挡？什么？北蛮铁骑凶悍，若无阵法配合，根本无法抵挡。北境的兄弟们可以战死在冲锋的疆场上，但绝不能因为朝廷内斗当炮灰啊！恩师，求您拿个对策。莫慌，北境阵法是我亲手布的，我能布就能改，给我3日，我把新阵法画出来，
800里加急送回北京。立刻派最可靠的暗卫800里加急，火速将此信交到林爷手中。恩师，北蛮可是有数十万虎狼之师，如今北境防线已形同虚设，您这一封信就能解退敌之忧。你当我是神仙啊？吹口气就能灭了几10万大军？如今北境大军的指挥权全在赵崇的党羽手里，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战术。这封信不是给主帅的，那是给谁的？5年前，虎营8000兄弟北境死战，战至3000人。这封信是用来保那3000虎营兄弟命的。先生大义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什么？数万流民涌入赤岭县，不仅没有暴乱，裴长渊竟然把他们全部安顿好了，还顿顿吃肉。他一个穷县令，哪来的粮食？陛下息怒，此事必有蹊跷。裴长君昔日的门生故宴遍布天下，老臣敢断言，他定是四处求人，勉强平定了暴乱。数万张嘴，他撑不过3天。此事透着古怪，朕必须派个人亲自去赤岭县，看他裴长渊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若是他真在暗中积蓄力量，意图谋反，赵相，你可有合适人选？陛下，若派老臣的人去，恐惹人闲话。老臣举荐督察院左御史封守仪。封御史为人古板，不结党，不营私，铁面无私，只认死理。他去了，定能如实禀报。裴长渊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收买不了他。封守仪，好，就他了。传旨，命御史封守仪即刻起身赴赤岭县查探民情，所见所闻一字不得隐瞒，事无巨细，回京面奏。裴长渊，朕倒要看看你那顿顿吃肉的戏法还能变多久。恩师，真乃神人，这不是排兵布阵，这是一套专为绝境设计的保命阵法。你们看，3人背靠背，3才阵，10人连环，梅花阵，全营联动，玄武御敌阵，全靠兄弟间的默契，不需要中军调度。恩师说了，北境若乱，此阵可保咱们自己兄弟活着撤出来。太好了，你留下来，把这套阵法交给虎营信得过的兄弟。我拿着图纸去趟中军大营。将军，你要去县里照忙。能救一个是一个，若他肯用，北境数万将士都能活。赵将军，末将有套绝妙阵法相赠，若全军操练，定可保北境长治久安。保北境？哼，你一个被贬的降将，也配来教本将军打仗？笑话！接那北蛮蛮子10个胆，他们敢来犯我大渊，本将军在此，需要你来保北境。将军，虎子营的3000精锐全被你打散重组，如今冲锋营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熟悉，就是一盘散沙。万一北蛮趁虚来袭，北境防线瞬间就会崩溃。放肆！少他娘的在这儿给本将军装大尾巴狼！北境大营，我赵莽才是主将！哈哈哈哈哈！北蛮要真敢来，本将军一枪挑他10个！拿着你的破图纸滚蛋！再敢来中军聒噪，军法处置。别动！走！将军，赵猛那狗贼狂妄无知，根本就是拉着北境兄弟们送死啊！赵猛无能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北境数万将士白白送命。随我去校尉场。诸位，这是末将的阵图，若全军依此操练，北蛮来犯时，林排长还当自己是林大将军呢？赵将军都说没事了。您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，去，别耽误兄弟们乐呵。当然了，兄弟们，赵猛昏庸，边关必将大乱。我今天叫大家来，只交代一件事。
一旦北蛮破城，3000虎子营即刻向我靠拢，给国师新授阵法，杀出重围，听懂了没有？将军，赵猛这群狗贼不把我们的命当命。将军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反了吧。绝不可轻举妄动。恩师还在赤岭县，我们若反，第一个被牵连的就是他。先生，这都快到赤岭县了，怎么连根绿草都看不见啊？裴大人竟然能救活数万难民，难道他是天仙下凡，会法术不成？胡说八道！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哼，他裴长林就算是神仙，也绝不可能在这石头地里凭空变出粮食，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压榨百姓，盘剥乡里。本官此去，定要将他那伪善面具扒个一干二净。先生，您还没见人呢，怎么就定罪了？住口！专心赶路。谁在背后蛐蛐我？女帝那娘们，赵崇那老狐狸，还是又有哪个倒霉蛋被发配到赤岭县来了？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来一个我收一个，来2个我收一双。赤岭县，欢迎光临。先生，前面就是赤岭县城了。咱们带来的口粮还剩多少？回先生，省着点吃，还够咱们2人半个月的用度。进县之后，把粮食全部给流民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先生，全分了，那咱们吃什么？回京路上不得活活饿死？回京，孩子，赵崇举荐我来这绝地查探裴长渊，就没打算让我活着回去。我若查出什么，他灭口；我若查不出什么，女帝知我个办事不力，横竖都是死。瞧瞧瞧瞧，林大统领又在练他那套缩头乌龟保命阵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林爷啊，你是不是被吓破胆了？你站好，继续练。哼！留下，马上靠边！哎呦！哎呦，放肆！你们怎么当差的？哼，瞎叫唤什么？没看见前面拉着警车线，正在修水泥路吗？碾坏了刚刚铺好的路面，把你这破马车卖了都赔不起。水泥路。先生，这还是那个寸草不生、鸟不拉屎的赤岭县吗？我是不是饿出幻觉了？这灰色地面平整如镜，浑然一体，这到底是何等神奇？没见过世面了吧？这叫水泥，是我们裴大人亲自研发出来的神物，用水和泥沙一搅和，1天之后就凝固，刀砍上去就一道白印子。刀剑难伤，若是用此物修筑边关城墙，快速速带路！我是你们裴大人的京城故交，有要事相商。失敬失敬，您跟我来。那是价值连城的西域琉璃杯，它竟然用来装水喝。先生，好香的肉味啊！哟，稀客，风御史，你怎么跑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？来，快进门，刚烤好的肉。裴长渊，你少在这套近乎！老夫问你，你这满城的流民，还有这等奢靡之物？
趁热吃。裴长渊，你休想用区区2块肉就收买老夫。真香！这肉的咸味没有一丝涩苦。这雪白之物难道是极品精盐？那是我嫌官盐太难吃，随便提存了一下。随手提纯。怎么样，老风？坐下来边吃边聊，我正好给你讲讲什么叫 GDP。什么？先生，他说的应该是鸡的屁，可能是当地土话。闭嘴！什么叫鸡的屁？听不懂就对了，慢慢来吧，老古董。启禀陛下，赤岭县裴大人差人加急送来此物，名为水泥。信中言明，此物与水按比例混合，1日后便坚如磐石。若用于加固北境城墙，可御北蛮铁器。一派胡言！他裴长渊送这几袋破灰土来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向朕耀武扬威吗？还是在嘲讽朕的北境大军不堪一击？离了他裴长渊，大渊连城墙都守不住了！陛下息怒，裴大人还送来了一张图纸，此乃他推演的御敌大阵。若北蛮来袭，凭此阵，天下无敌。连兵部的事他都要插手，一个9品县令，手伸的倒挺长。陛下，什么水泥阵图，分明是妖言惑众。裴长渊不过是个被贬的罪臣，竟敢妄议军国大事，这是想借机重回朝堂，揽权自重。没了他裴长渊，大渊在朕手里只会更好。来人，把这些破灰土给朕扔进护城河，把这阵图当众烧了。朕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朕绝不会用他裴长渊的任何东西，更不会听半句他的狗屁谏言。谁敢在朕面前再提裴长渊3个字，从罪处置。陛下圣明，大渊万岁！裴长渊此等乱臣贼子，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陛下圣明。都看好了，国师给的这套阵法，3人一组，呈铁三角，攻守一体，进退同步。3组铁三角合成9宫格，攻势如锥，守势如盾，收缩如铁桶，展开如长蛇，万人级大阵以此嵌套。国师还说了，北蛮骑兵最擅长的就是冲散阵型，分割围杀。咱们这套阵法的核心就8个字：散了能聚，围了能突。弟兄们，开始演练，先3人一组，再合成9人阵，逐级叠加。记住，无论怎么打，阵型不能散。虎营在搞什么名堂？怎么练的阵型没见过？谁知道林将军被贬了还这么起劲儿，8成是不服气，想搞出点动静来。嘘，别说了，赵将军的人在看。成了，将军，3000兄弟全部掌握。要咱们真遇上北蛮，至少能保命。至于能不能打赢，能打赢最好，打不赢也要让北蛮知道，大渊还有不怕死的兵。但愿用不上。将军，你说什么？林野在校场练兵？回将军，是3000虎营练了一种奇怪的阵型，小的看不懂，但看着像是专门克制骑兵的。没我的命令，他敢私自练兵？将军，虎营是林野的旧部，他一声令下，3000人全到了。传林野，立刻，马上！赵将军，末将奉命前来。奉命？林野，本将军可没命你操练兵马。将军息怒，末将只是在校场上教虎营兄弟们一些搏杀防身的技巧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防谁？防北蛮，还是防我？北蛮虎视眈眈，边关军心涣散，边关稳得很。你林野是觉得本将军镇守北境，会让北蛮有机可乘？将军，末将并非质疑将军之能，只是防患于未然。防患于未然？哼，林野，你别以为本将军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你一面练兵，一面收买人心，怎么？是想找机会夺了本将军的兵权，去投奔你那被贬到赤岭县的国师主子？赵将军，北境若失，家国皆亡。末将领兵为的是守土，不是夺权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本将军警告你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虎营不许在私下走练。再让我发现一次，军法处置，滚！末将遵命。
将军，他分明是……别说了，走。呸！裴长云的走狗，到了老子的地盘还想兴风作浪，做梦！将军英明，林野这种人就该往死里打呀！放心，有本将军在，北境固若金汤。来，喝酒。这鬼天气，换房子怎么还不来？急什么？还差1刻钟呢。你看那边，那边是不是有火光？大晚上哪来的火光？别是眼花了吧？肯定是是火把，铺天盖地的火把，是敌军，是北蛮大军！敌袭！北蛮大军来袭！北蛮，真的是北蛮，起码好几万！快上城墙！关城门！呵呵，大渊的废物们还在做梦，儿郎们吹号攻城！慌什么？本将军在此，北蛮不过虚张声势。赵将军，敌军来势凶猛，必须尽快部署防线。本将军自有主张，你退下。报，东门外发现北蛮前锋约5000骑兵列阵。报，南门外敌军架起云梯，正在逼近城墙。报，西门外发现大量敌军，人数不明。赵将军，敌军3门同时施压，看似全面进攻，实则声东击西。西门地势平缓，北蛮骑兵若绕到此处，可长驱直入，直取我军粮草辎重。将军说的对，西区粮仓若是失守，全军将士就要饿着肚子守城。赵将军，末将请命，将虎营3000兄弟调往西区，末将亲自率部把守，保西区万无一失。林野，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将军何意？把虎营调到西区，西区是粮草重地，你林野若趁夜劫了粮草，献头腾敌，本将军找谁苦去？赵将军，末将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虎营绝无二心，请将军以大局为重。不必多说，西区本将军自有安排。赵彪，大哥，我在，带你手下去守西区，记住了，1粒米都不许丢。嘿嘿嘿，大哥放心，我赵彪办事稳得很。赵将军，赵彪从未上过战场。闭嘴！赵彪是我的族弟，忠心耿耿，比你可靠100倍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动一兵一卒，听懂了没有？末将遵命。将军，赵芒这是在把西区往死路上送。我知道，传令虎营，暗中备战，甲不离身，刀不离手，随时待命。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？北境危矣。大哥也真是的，不让我打前锋，让咱们来守着鸟不拉屎的粮仓。赵将军这是信任您，把最要紧的地方交给自家人守着。那当然，咱们赵家人办事靠谱。行了行了，让兄弟们精神点。算了，北蛮打不过来，让大伙眯会儿。粮仓守备松弛，儿郎们准备，为了草原杀！敌军，快列阵！拦住他们！快拦住！粮草一毁，大渊的军队撑不过3天，撤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西区怎么回事？赵彪呢？赵将军，西区被北蛮精锐偷袭，赵彪将军兵败溃散，粮仓全军粮草辎重全被烧了。你说什么？
全烧了，军械草料全没了。赵勇将军，他跑了。3000人守不住一个粮仓。赵猛，你听见没有？3000人守不住西区，粮草没了。你那个废物族弟害死了全军将士。将军，粮草没了，军心必散，这关怕是守不住了。给京城发急报，800里加急，让陛下派援军派粮。虎营集结。将军，我们粮草没了，但北境还有3000虎营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让北蛮踏过这道关。赵将军，你要干什么？让开！粮草没了，城守不住了，本将军要退守青阳城。虎营3000兄弟愿死战守城，请将军留下，稳定军心。3000人挡北蛮数万大军，你想死，本将军不拦着。传令，全军撤退。将军，赵猛跑了，咱们怎么办？死守城门。虎营何在？赵将军弃城而逃，但我们不能退。身后是大渊的百姓，虎营的弟兄们，愿随我死守城门的留下，怕死的现在走。我林野绝不怪你们。誓死追随将军，城待人在。虎营死战不退。国师这阵法真他娘的好使，北蛮冲了3波令是没冲进来。他们只是在试探，真正的猛攻还没开始。传令，兄弟们轮流休整，保持体力。撑住！给我撑住！将军，虎营没给您丢人。兄弟们，撤！能走一个是一个。边关丢了，兄弟们，今日之仇，我林野记下了，若有来日，必百倍奉还。走，去赤岭县，请国师出山。恩师，你的阵我用了，你说的对，只要人还在，就能打回来。到了青阳城就安全了。将军，这一仗丢了边关，朝廷那边怎么交代？就说林野的虎营不听指挥，临阵脱逃。本将军奋力死战，立即而退，死无对证。反正林野那小子十有八九已经死在北蛮刀下了。快开城门！我是北境主将赵猛。赵将军，你带了多少人？不到1万！北境失守，快放我们进城！将军，你带数万大军守边关，如今只剩不到1万人逃到青阳，末将放你进城。粮草危急，青阳城不保，请将军绕道去后方整治。你敢抗命？末将职责是守青阳城，请将军体谅。好，本将军记住你了。走，去长平。 800里加急报京城，北境彻底失守了。恩师，北境边关丢了，赵猛指挥失误，西区粮草被烧，全军粮草尽毁，赵猛弃城而逃。林野率3000虎营死守城门，副官战死，林野带残部突围，下落不明。林野3000兄弟，裴大人，北境沦陷，大渊危在旦夕。 老夫恳请你上书陛下，献上御敌之策。他会听吗？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北蛮一路南下，生灵涂炭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呀。
拿去吧。裴大人高义，老夫去也。恩师，风御史真的能送到吗？赵崇那条老狗会不会半路下手？放心，赵崇此刻忙着和女帝扯皮甩锅，顾不上他。再说了，就算送到了，女帝也不会用水泥阵法，他一样都瞧不上。林烨，你可别死啊！启禀陛下，赤岭县裴县令差人送来御敌之策，可抵御北蛮铁骑南下。陛下，裴长渊此举用心险恶，北境刚刚失守，他就送所谓的御敌之策，分明是借机炫耀他比朝中所有将领都高明，这是对陛下和满朝文武的羞辱。他裴长渊以为没了他，大渊就打不了仗，朕偏不信。陛下，裴大人毕竟曾为国师，既然献策，说明仍心系大渊，不妨一看。住口！你是大渊的臣子，还是裴长渊的臣子？传旨，赤岭县裴长渊再敢妄议朝政干涉军务，以谋逆论处。陛下，北蛮猖獗，边关沦陷，老臣举荐一人，前镇北大将军岳震山，由他挂帅出征，定能夺回北境。陛下，老臣年事已高，岳老将军不必推辞，朕封你为征北大将军，率精兵5万北上，岳家3子随父出征。愿为陛下效死。好，岳家满门忠烈，3日后出征，朕等你们凯旋的消息。臣领旨谢恩。父亲，您方才在金殿上为何欲言又止？北蛮数十万铁骑压境，赵蒙5万精锐都挡不住。朝廷给了我们5万老弱残兵，加上青阳城守将手里的不到2万人，满打满算7万。父亲，我们岳家世代将门，以少胜多的仗也不是没打过。哼，咱们岳家不怕敌众我寡，怕的是军令难行，内外交困。裴长渊那份策论，我扫过几眼。水泥筑城，阵法御敌，条条都是。可女帝连看都没看完就衰了。这一次北上，不是去打仗，是去填命啊！启禀陛下，御史封守仪自赤岭县回京复命。封爱卿一路辛苦，说吧，赤岭县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回陛下，臣在赤岭县盘桓数日，亲眼所见，裴长渊以水泥铺路修城，以玻璃换取西域物资，以精盐改良民生，数万流民安居乐业。非但无一人饿死，反而面色红润，家家有余粮。你是说，他裴长渊真的在寸草不生的赤岭县养活了数万人？陛下，臣不敢妄言，但赤岭县如今已非昔日荒芜之地。臣以为，裴长言确有治国之才，若陛下能以国事代之。够了！朕派你去查他是否谋反，你却替他歌功颂德。陛下，臣所奏句句属实。北境已失，北蛮虎视眈眈，若陛下能放下成见，启用裴长渊之策。封守仪，你是不是在赤岭县收了他的好处？陛下，臣一生清廉，天地可见。陛下，封御史素来耿直，但此番言辞处处维护裴长渊，恐已被其迷惑。臣以为陛下宜先将封御史收押，待查明真相再行定夺。传旨，御史封守仪包庇罪臣，搬弄是非，即日起革职下狱，听候发落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水泥已从沟里捞出。坚如磐石，若真用来修城墙，不，朕不信。没有他裴长渊，大渊一样能打赢北蛮。报将军，北蛮前锋约5千骑，已在10里外列阵，后方烟尘滚滚，恐有大队人马。5千，父亲，给我3000精骑，我半个时辰就能冲散他们。北蛮昨夜后撤20里。今日又主动逼近，你以为他们是来送礼的？父亲，斩旗稍纵即逝。为将者不谈一时之胜，你若只想打痛快仗，趁早脱了这身甲回家种地去。
传令3军收缩阵型，盾牌手上前。是。想跑，对，停下。他们阵型未乱，旗帜未倒，此时撤退分明是诱敌。父亲，我们被围了！不要慌，月龙、月豹守住2翼，月虎随我稳住中军，盾牌手接援阵。是。老狐狸还有2下子，撤吧。父亲，咱们赢了吗？北蛮退了，但咱们战死3000，重伤2000，北蛮丢下的尸体不过1000余。父亲，您又在想那个裴长渊？裴长渊在赤岭县改良农具，烧制水泥，做出了一种叫玻璃的东西，换取西域物资。寸草不生的绝地被他变成了聚宝盆。这样一个人，你信他只会种田？可他现在是被贬之身，女帝不待见他。北蛮占边关为据点，一路南下，青韩城是北境最后一道凭证。青阳若失，北蛮可直取中原，那就守，死也死在城墙上。北蛮围城断粮，咱们撑不过2个月，派精锐骑兵夜袭放火断粮。我去，你们3个都不能去。主帅之子一旦落入敌手，军心全乱。一条300精锐骑兵，每人双马，带火油。今夜子时出发，绕到北蛮后方烧粮，只烧不战，点完就跑。末将领命。老夫在朝中多年，裴长渊的策论那才叫真正的用兵之道。可惜，若他的阵法和水泥能用上，今日战死的兄弟们至少能少1半。传我军令，青阳城绝不能再失守，除非老夫躺在这城墙头上。启禀陛下，北境800里加急，岳振山将军在青阳城外与北蛮前锋接战，损兵3000，重伤2000，北蛮主力正合围青阳，形势危急。陛下，青阳若失，北蛮可直取中原。臣请陛下速速召回裴长渊。陛下，裴长渊虽有过错，但此城危急存亡之间，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臣附议，请陛下召裴长渊入京，共商御敌之计。你们都要逼朕，朕说过绝不召他入京。难道大渊离了裴长渊就要亡国不成？陛下，北境已失数城，岳将军坚守青阳，孤城无援。若再不知己见，只怕大渊半壁江山都要沦于北蛮铁蹄之下呀！退朝。难道朕真的错了？千万别挪赈灾款修宫殿，挪用公款牢底坐穿啊！传旨，再调5万援军北线，粮草军械尽数供给青阳城。老爷，这啥玩意儿？弩不弩，炮不炮的？加了个玻璃镜片，可以瞄准300步外的目标。北蛮骑兵最怕的就是远程精准打击，只要打掉他们的头领，骑兵就是一盘散沙。恩师，300步外看人脸都清清楚楚，这要是用于战场，岂不是能定点射杀敌军将领？百发百中不敢说，但让他们的将领不敢露头，问题不大。铁柱，投石车改的怎么样了？按照您画的图纸，改进版已经造了3台，射程比北境军用的远了1倍。远1倍还不够，把弹丸换成这个。把硫磺硝石木炭按比例混合，装进陶罐，再放几块碎铁片，投石车打出去，落地即炸，方圆10步之内非死即伤。恩师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火药？什么传说中的？就是初中化学课本上的东西。记住了，这东西产量不大，省着用，专打他们的大帐和辎重堆。裴大人，您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咱们以前只会烧玻璃，现在您搞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。脑子这东西越用越灵。都别愣着了，趁青阳城还未失守，咱们先把家伙事备齐了。恩师，您这是已经把攻打边关的路线全想好了？边关城防图我为国师时看过，北面是悬崖，南面是平原，东面有一条干涸的旧河床直通城墙脚下。只要找到那个位置，投石车架在河床里，北蛮根本看不到。偷袭？先远程轰炸火药罐，炸他们粮草营帐。等他们乱了阵脚，虎营从侧面突入，两面夹击，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末将愿为先锋，第一个冲进城。急什么？现在咱们还在攒家底儿，等你那好兄弟林野来了，咱们一起出发。林野，他
他还活着？密报说他带800兄弟冲出重围了，算日子也快到了。恩师，末将来晚了。参见国师。起来，副官的事我知道了，你的弟兄们没白死。副官临死前说，留得青山在，国师的恩情还没报完。他报完了，你们的命就是他的命。现在我要你们做的是活着，把这笔账讨回来。从今天起，赤岭县就是你们的家。先去养伤吃饭，换甲换新兵器。我带你们把边关夺回来。恩师，这300目外居然可以做到精准射杀，镜片磨了好几十次才做成。记住，到了战场上盯着打将领、打旗手、打号手，骑兵没了头就是一群无头苍蝇。来，看好了，装弹，调整角度，点火。不是，这是天雷吗？比天雷好使，叫他一窝蜂。以后攻城，先让北蛮尝尝这个。恩师，朝廷那边女帝她岳震山守不了太久，女帝给了他5万援军，杯水车薪，北蛮迟早会突破青阳城。那咱们现在当然是去烤羊腿了。你闻闻，铁柱那小子肯定已经在后院支上炉子了。恩师，还和以前一样。废什么话，走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。对，前排顿挡，后排弩射，打完一轮立刻换位，节奏不能断。打得让北蛮骑兵以后听到我们虎字营的名后，掉头就跑。换阵，散开，3抬变9攻。恩师，兄弟们练了100多遍了，配合越来越默契。现在就算没有咱们，他们自己也能打。光能打还不够，我要的是，他们就算只剩下300人。也能撕开北蛮的阵型，全身而退。林野，北蛮狼主叫什么来着？拓跋郎。听闻此人善用骑兵，以狼群战术闻名，将大军化整为零，游击作战。化整为零，我最擅长的就是把零散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吃掉。他的狼群再散，也散不过我的狙击弩。老爷，您要的铁蒺藜用水泥窑余温淬的火，硬度比普通铁还高，撒在地上，战马踩上去直接取。好，多造2万枚，以后北蛮骑兵要是敢追，先让他们尝尝脚板开花的滋味。裴大人，您说的折叠工程题做好了，4段拼接，展开有10丈高，卡扣一锁，比老式云梯稳3倍不止。稳3倍还不够，人要上去的时候不能晃。再加一道绑绳卡扣，双保险。是。等女帝再也撑不住，我就带着这些人，把北蛮从大元的土地上一个一个的连根拔起。北蛮大军已围城半月，粮草将尽，箭矢用光，城墙多处破损，城内伤兵满营。岳将军，北蛮又攻上来了，东墙打了一脚。知道了，老夫在朝中50年，见惯了昏君庸臣，原以为还能替大渊撑几年，到头来还是撑不住。传令，全军往南突围。老夫断后。将军，您不能！老夫年岁已高，3子尚幼，大渊的未来靠他们了。好一个老将，可惜跟错了主子。放箭！父亲！启禀陛下，青山城失守了，岳将军殉国。岳家3子岳虎、岳豹战死，岳龙率残部突围，下落不明。岳将军殉国了。岳老将军为掩护大军撤退，
独守东墙缺口，身中10余箭，尸骨无存。裴长渊现在在哪里？陛下，此时启用裴长渊，恐生大祸。赵崇，岳震山死了，5万大军全军覆没。你告诉朕，还有谁能去北境？你旨，封赤岭县县令裴长渊为征北大将军，总督北境一切军政事务，即刻北上收复失地，所需钱粮军械由国库全力支应。陛下，裴大人先前被贬时，您曾下令命裴大人不可踏出赤岭县。朕知道，你即刻前去宣旨，就说朕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恩师，女帝可算低头了。您现在是征北大将军，总督北境一切军政，您等了这么久，总算等到了。恩师，咱们有朝廷的粮草军械支持，再加上赤岭县的攻防，夺回北境指日可待。他低头是因为岳震山死了，没人可用，不是因为他信我。那老爷，这圣旨咱们接不接？当然接。那些丢了城池、死了数万将士的账，得跟北蛮算清楚，但不能白结。老爷，您写2封，给谁的？第1封信件提条件，要钱要粮要军械，越多越好。女帝既然求我出兵，总得放点血。那第2封呢？第2封以密信单独呈送女帝御前，宰相赵崇在朝中阻挠北上御敌，屡次驳我御敌之策，封御史、被官大佬、岳家军几乎全军覆没，桩桩件件都指向一个结果。他赵崇怕是早就等着大渊兵败，好趁乱取皇位。还是此事当真？可有证据？证据？如今朝廷是他赵崇的一言堂，岳将军殉国，军中再无镇得住的人，这不就是他最想要的结果？若赵崇真是如此，大渊危矣。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，但只要他心里扎进这根刺，赵崇行事就得畏首助威。密信派人连夜送。明白。狮子大开口，好，朕给你。赵崇与北蛮有染，裴长渊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还是真的在提醒朕？这话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？传旨，赵崇，今日若无要事，不必入宫觐见，朕要静养几。遵旨。裴大人，您要走了，您一定要回来啊！乡亲们，赤岭县就是我的家，等我把北京的账算完，自然就回来了。裴大人，我们等您回来。裴大人，你要是回不来，我们每年给您烧纸。呸！不会说话就别说。我裴长渊命硬得很，阎王爷不收。老爷，我守着赤岭县，等您凯旋。铁柱，攻防别停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别忘记了。等我打完仗回来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哎，胡营，出发！恩师，咱们的目标是先打哪个城？边关被北蛮占了，青阳也丢了，但北蛮是骑兵，不善守城，他们占着城池，也就是当个据点屯粮。咱们的目标不是一座城一座城的砍，是打他们的粮道。边关往北300里，是北蛮的补给线，所有粮草军械从草原经铁林城运到边关。只要断了这条线，边关的北蛮守军撑不过半个月。断粮路。对，先断了他们的粮，等他们饿荒了，再攻城，事半功倍。那咱们的第一站，铁林城外的粮道中转站，3天后让北蛮的人知道，赤岭县的裴长远来了。夺回北境，我说到做到。至于赵崇、武少华，希望你不要太蠢。将军，这就是朝廷派来的5万援军，领兵的是王震、赵崇的人。传令全军列阵迎接，礼数要做足。
末将王震奉陛下之命，率5万将士前来听候征北大将军调遣。大敌当前，末将万死不辞。王将军辛苦，起来说话。裴将军，陛下有旨，北境一切军务皆由将军全权处置。末将集5万将士，为将军马首是瞻。好，既如此，便听我号令，传令全军扎营休整半日，明日卯时拔营，北上青阳城。遵命。将军，这王震可信吗？大敌当前，可由不得他拿将士们的性命当儿戏，敢有异心，就地斩杀。陛下，前线密报，裴将军已与5万援军会师，正北上青阳城。他倒是干脆，一天都不耽误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相爷今日在朝中又提了，说裴将军拥兵自重，若大胜而归，恐功高震主。赵相最近和兵部的人走动频繁。回陛下，相爷3日之内以商讨军事为由，召见了兵部侍郎2次，都是后门进的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南墙有缺口，或相符，带工兵队夜半摸到南墙缺口，把火药罐塞进去，炸开之后，虎营从缺口突入。末将领命。林野，你率虎营主力在南门外佯攻，吸引守军注意，等城内一乱，破门而入。是。记住，北蛮守军一个不留，当初他们屠了边关百姓，今天该还了。封罐子，引线留3尺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兄弟们，国师说了，一个不留，冲！将军，青阳城3000北蛮守军全歼，我军伤亡不到100。好，岳老将军就是在这座城殉国的。调整1日，后天北上，拿下北蛮子，替岳将军报仇。铁林城守军约5000人，城墙完整，正面强攻损失太大。那怎么办？看到那排木栅栏没有？那是他们的马厩，马厩后面是粮仓。烧粮，投石车架在城外1里处，用火药罐打马厩和粮仓。他们没了粮草，5000人撑不了3天。第1轮打马厩，第2轮打粮仓，放！中了，粮仓烧起来了。继续，第3轮打城门牢，我要让他们连指挥都放。将军，明天他们就会弃城了，断粮断马，5000人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明天你带火营去追，不要恋战，把他们赶出铁林地界就行。将军，接下来就是收复边关了。边关，那是拓跋郎的老巢，2万人，粮草充足，城墙完整，那才是真正的硬仗。不过，等打完这一仗，大渊北境就再无战事了。他打胜仗倒是比朕想的快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相爷今日又派人去了兵部，调阅北境粮道图。粮道图？他一个文官，要北境粮道图做什么？老奴不知，但相爷最近与兵部往来极密，恐非正常公务所需。裴长渊，你猜对了多少？禀将军，北蛮残部弃城北逃，约3000余人。林业，带虎营轻骑追击。得令。将军，可有对策？
城墙太高，投石车够不着，火药罐炸不开，就算炸了，缺口不够大，填不了那么快。强攻！谁说一定要攻城？传令，全军扎营，围3缺1，北面留一道缺口，围而不攻，断其粮道。我看拓跋郎能撑多久？将军，那北面留出缺口，拓跋郎走投无路，北齐与我们正面对敌，我们恐不是对手呀。哈哈，我就是要让他跑出城，那才是真正的猎场。郎主，裴长渊围了3面，独留北面缺口，他这是在钓鱼。可我们没有选择了，粮草只够半月，城外全是援军，不走就是等死。他在等我突围，北面的缺口是饵，但我不得不咬这个饵。那什么时候走？等他围城的第10天，粮草将尽，军心缓散之时，那是我军突围的最佳时机。裴长渊收拢大军和民心，赵崇在京城不往，朕到底该信谁？严密监视赵府上下，如有变动，速来禀报。是。将军，北蛮派了使者来，说要谈判。拓跋郎坐不住了，让他进来。裴将军，我族郎主有言，双方罢兵，我族退还边关，贵军让开粮道，从此互不侵犯，永结盟好。退还边关，边关本来就是大元，需要你们退还。互不侵犯？你们杀了多少大元百姓？现在说互不侵犯？那裴将军要如何？回去告诉拓跋郎，我给他2条路：第一，率部出城，放下兵器，跪降，我保证不杀俘虏；第二，继续饿着，等你们饿到互相吃人的时候，我进城收尸。裴将军，你非要赶尽杀绝？赶尽杀绝？你们在边关屠城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这4个字？送客。将军，北蛮使者回去后，拓跋郎一直没有动静，他会不会在等什么？他在等我们松懈，等我们以为他不敢突围了，等我们粮草耗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明日起，南面、东面的营帐后撤3里，做出准备撤围的假象。北面的缺口不动，他拓跋郎一定会从北面走。末将明白了，北面看似生路，实则是死路。猎场已经布置好了，就等他自投罗网了。恩师，事后来报，城内火光全熄，人声全无，拓跋郎要跑了，从北门。是，至少15000人。林野，带虎营和1半骑兵，用弩箭追杀他们，不要硬拼，拖住就行。霍萧，等他们全部出城之后，拿下边关，然后从北门杀出去，前后夹击。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南门进城，拿下边关。留3000人守城，其余人跟我从北门杀出去，配合林将军。陛下，相爷今夜又调动了1000禁军，说是加强攻防。他现在手里有多少人了？约数万人。数万人，他真想造反。裴长渊，朕不该拨你国师之位，肆你御敌之策，更不该失信于你。朕错了。他们追了多久了？3个时辰了。郎主，他们咬得太紧了，3000人断后，拦住他们，其余人继续往北跑。兄弟们，别停！拓跋郎还在前面。你就是裴长渊？是我。你用计围了我20天，不敢与我正面打一仗，算什么英雄？英雄？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只要我的士兵活着回家。我要你的骑兵永远不能再踏进大渊一步。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押回去，公审之后斩首示众。裴长渊，草原上还有10万铁骑，你杀了我，他们早晚会踏平大渊。那就让他们来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10万，我让你的10万大军全在我工地打回修路。月龙，你父亲的事我查过了，
赵崇扣了北境3城粮草，又撤换了青阳城的斥候统领。你父亲不是输给北蛮，是被赵崇设计害死了。赵崇老贼，我岳家满门忠烈，他怎么敢？但这份仇我替你报。你好好养伤，养好了跟我回京城，亲手让赵崇服罪，祭奠你父亲的在天之灵。末将万死不辞。北蛮灭了，边关夺回来了，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会记在功劳簿上。战死的兄弟抚恤加倍，家里的老人孩子，我裴长渊管到底，绝不让朝廷那帮狗官克扣你们半文抚恤银。万岁，将军威武！现在班师回朝。将军，如今大获全胜，为何您眉头紧皱？在想回去之后的事。赵崇，他原本指望北蛮灭了我，然后跟北蛮瓜分大元。现在北蛮没了，他只能自己动手了。那我们不能先动手，先动手就是谋反，只能等。我带数万人回京即可。万一赵崇在途中动手，他此刻无力伏击我。将军，如今北蛮已退，北京太平，我想随您前去京城述职。万一赵崇真的发动宫变，末将定要砍下赵崇人头，告慰北境数万将士的在天之灵。好。陛下，相爷今日又调了3000禁军入宫，说是为陛下庆功大典加强护卫。又调了3000，他现在手里到底捏多少人在皇城里了？总数已近5万。赵崇，你当真是要反了朕？裴长渊，要是你还在京城护我多好。将军，距京城还有10日路程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赵崇调了近3000禁军入宫，说是庆功大典加强护卫。3000禁军，他真要动手了？将军，咱们要不要下令全军急行军，直接赶到京城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？走快了，他说我急行军逼宫；走慢了，他说我拥兵自重。咱们就这么大摇大摆、堂堂正正的走。我想明白，那女帝那边咱们真就不管了？我给了他密信，给了他时间做选择，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裴长渊再有7天就到京城了，他一旦踏进这金銮殿，第一个要清算的就是老夫。相爷，咱们手里有禁军5000，经济卫戍数万，如今趁早进宫，这是谋反！你是想老夫遭人诟病，等他进京那日，老夫以清君侧诛逆贼的名义将他乱刃分尸，这叫顺应天道，明白吗？可相爷，万一女帝陛下出面保他呢？女帝那个黄毛丫头，现在恐怕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。只要裴长渊一死，朝堂之上还有谁敢跟老夫作对？传令下去，裴长渊抵京之日，就是这大渊改天换地之时。赵相，北境大捷，裴长渊正班师回朝，这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。老臣已听闻，裴将军确实能征善战，但陛下，裴长渊手握重兵，门生遍布军中，此番携大胜之势回京，恐对陛下不利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瞒着朕，悄悄调5000禁军入宫的理由。回陛下，这是为加强攻城防卫，老臣也是为陛下的安危着想。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将军，城墙上都是赵崇的人。裴将军劳苦功高，相爷已在宫中设宴，为将军接风洗尘，请将军率部在城外扎营，带几名亲随入宫赴宴即可。看见没有？那咱们不进，我这就下令安营扎寨。进，当然进。将士们，赵相爷为我在宫中设宴，要我一人入宫，但北境的战功是大家的，酒也该大家一起喝。传我命令，全军入朝，跟我裴长渊共喝这杯庆功酒。入朝，入朝。裴长言，你竟敢带甲入京，大军直逼午门，意欲何为？相爷扣好大的帽子。北境苦寒，兄弟们在前线吃沙子，没见过世面。我是奉旨班师，顺便带他们来看看这京城的繁华。强词夺理，皇城重地，天子脚下，岂容边军擅入？还不速速退下！相爷，你这众多甲胄遍布京城，皇宫8000禁军皆是你，莫不是说你想谋取地位，把午门打开？我要进去面见陛下。陛下，裴长渊带着数万兵马堵在午门，他说他是奉旨来述职的。述职？带着数万大军踏开朕的京畿防线来述职，我看他那是来要朕地位的。陛下，老臣早就说过，
此贼在赤岭县名为知县，实为炼铁驻兵。他今日陈兵午门外，分明是其陛下仁慈。这城门若开，大渊的江山今日就要改姓裴了。赵相，你的经济卫戍和禁军现在何处？5万禁军已埋伏在宫墙之上，众奴上前，滚木落石就位。只要陛下金口一开，老臣保证将他裴长远射成一滩肉泥。传朕密旨，宫门焊死，宫奴守听令。只要裴长渊敢靠近射程，不问缘由，立刻放箭，把他给朕钉死在皇城门外。将军，这城墙上静的邪门，这宫门后面8成藏着杀阵。恩师，这昏君多半是想陷落杀驴了。我给了他最后一次体面退场的机会，既然他自己选了死路，那就连人带门一起平了吧。逆贼裴长渊，你拥兵自重，犯上作乱，陛下有旨，就地诛杀，放箭。裴长渊，朕就知晓你对朕怀恨在心，可你再怎么能打，这血肉之躯敌得过朕这10万铁剑吗？吴少皇，你坐在那把金椅子上太久，久到连外面的天变了都不知道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冷兵器吓唬人？时代变了，老爷的穿云箭，弟兄们，让京城里这帮土彪尝尝咱们赤岭县的重工业特产。老爷有难，快轰开城门！什么声音？工程车！那是何物？故弄玄虚。铁柱，这午门的穿堂风太冷，冻坏了陛下，给咱们的女帝陛下点个大炮仗暖暖身子。好嘞，定装火药就位，10斤重实心铁麦上膛，请陛下听响，开炮！天雷，裴长渊竟招来了天雷呀！赵相，快杀了裴长渊，否则朕的大渊就完了。吴少华，你这个蠢货，快将玉玺速速交于我！裴长渊有此神威又如何？这大渊地位终究还是我的。正如裴长渊所说，你赵冲真是狼子野心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吴少华，去死吧！破城，降者免死，挡路者碾碎他们！老贼，你想往哪儿逃？岳将军，裴大人，饶命啊！我10年来攒下80万两黄金，我全都充作军费。我可以逼女帝退位，封你为新皇。我可以帮你稳住百官，留我一条狗命吧。80万两黄金，买得回岳老将军的命吗？买得回虎子营2000兄弟的尸骨吗？老贼，带着你的脏钱下去给我岳家将士们磕头赔罪吧！长渊，朕知道你是舍不得杀朕的。你今天破这皇城，其实是为了帮朕除掉赵冲那个老贼，对不对？你戏还没演够吗？滚下来！长渊，朕坐在这皇位上，每天都如履薄冰，朕怕了。是他们逼朕对付你的。你曾经发过誓，说要护朕一世周全的，你忘了吗？长渊，朕封你为1字并肩王，我们共享这天下。
你回来，朕还是你的少华啊！吴小华，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该做你权力的踏脚石？常远，你什么意思？共享天下。你看看恶殍遍野的西北，看看战火纷飞的北境。你这种自私刻薄的昏君，有什么资格让我拥护你？你以为我是来抢你那把破椅子的？我是来掀翻你这昏庸无道制度的！不，朕是大渊的天子，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会遭天谴的！天谴，我现在就是天！拖下去，囚禁冷宫，把嘴堵上！天命转移，大渊微弱累卵，若无裴大人，天下早已覆灭。老臣叩请裴大人顺应天意，登基称帝。末将霍萧叩请将军登基。叩请将军登基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都起来！既然这世道的规矩烂透了，那从今天起，规矩由我裴长渊来重写。传第一道旨意：废除天下苛捐杂税，开皇室司库赈灾。赤岭县的重工工坊，即日起向全国扩建。大渊的每一寸土地，不需要磕头求神，只需要修路、种粮、打铁、造大炮。这天下换一种活法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当皇帝比搞基建累多了。铁柱，你以前赶马车的时候累，还是当官累？老爷，赶马车累腿，当官累心，都不轻松。哼，说得对。行了，说正事。第一道圣旨，追封岳镇山为忠勇王，岳家三子各有封赏，岳龙入禁军统领。第二道圣旨，北境战死将士抚恤加倍，伤残者终身供养。臣代北境将士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户部那边赵崇留下的亏空怎么办？亏空正好，把赵崇及其党羽抄家的钱填进去。不够的话，从今年起，宫里一切用度减半。我的开销按县令标准走。老爷，您都当皇帝了，还按县令标准？我是从县令干上来的，县令标准够用了。老爷，当初咱们从京城逃出去的时候，打死我都想不到，有朝一日会站在这上面，看着满城的灯火。岳老将军若能看到今天，他看到了，殉国的兄弟们也看到了。